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我是学校里最著名的舔狗，追了张笑笑整整4年。毕业典礼上，他突然跟我表白：常毅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我摇头。他震惊、愤怒：常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说过你爱我的，我是爱过他，但现在不了。毕竟我昨天才知道他上过很多富二代的车，验孕单此刻正在他10几万的包包里。错爱了4年，我彻底清醒了。毕业典礼上，好朋友塞给我一个礼盒，我握着方正小巧的丝绒盒子才回过神来。今天原本是我要再次向张笑笑表白的日子，我曾无数次幻想他收到礼物时开心的表情，可现在常毅，张笑笑来了，朝你走过来了。在周围人的提醒下，我抬头看到了她，张笑笑，外语系的小白花，不算最漂亮的，却让我一见钟情，也是我苦苦追求4年的高岭之花。此时她穿着洁白无瑕的裙子，竟然在我面前站定。常毅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们交往吧。他的话引起众人欢呼，我被推搡着贴上张笑笑。常毅，恭喜呀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追了4年，终于有结果了，开心傻吧？快亲一个呀！我看看周围人，再看看怀里娇羞无比的张笑笑，这本该是我最期待最高兴的时刻。可我只要一想到昨天看到的照片，就无比恶心。自己捧了4年的珍宝，不过是人人可以攀折的野花。他上过那么多富二代的车，却还可以对我装出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。我伸手一推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趔趄了一下的张笑笑看到我的动作后瞪大了眼，我又对上他的眼睛，张口：不，张笑笑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和你在一起了。这话引得全场寂静。常毅，你怎么拒绝他呀？他可是张笑笑，周围人都在提醒我，他可是张笑笑。是啊，曾经只要有张笑笑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有我。我追他追到全校闻名，常毅是张笑笑的舔狗一只。他参加活动，我为组织人员买咖啡、订外卖，求他们多多照顾他。他竞选干部，我替他给别人做志愿者拉好感。所有人都对我们的关系心照不宣，可他只会说一句：常毅，有你真好，既不肯定也不否定，就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示好。如果不是他时时的暗示，我也不可能沉迷了4年，到昨天还在做着和心上人终成眷属的美梦。识人不清，把一张报纸当成白纸，是我自己错的离谱。自嘲地勾了勾唇角，我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张笑笑却不干了，他上前一把拉住我的手：常毅，你站住！常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说过你爱我的。听着他震惊又愤怒的声音，我笑了。是啊，我说过爱他，也确确实实爱了他4年，把他当成公主一样捧着呵护着。可他呢？他和我表白真的是看到我的真心吗？不，他只是想找一个接盘侠，能包容他所有不堪的过去和那个肚子里腹不详的孩子的便宜男友。而我，一个为他付出4年青春和真心的人，就是他心目中最好骗合适的对象。那好，我看着他：笑笑，你告诉大家，怎么突然想到要和我交往了？我说这句话时一直看着他的脸，看到他一闪而过的遮掩神色。当然是你追了我那么久，看到你的真心了。原来他也知道我的真心。追张笑笑的4年，我几乎要把心掏出来给他看。可他呢？他只会装傻，然后在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给我些甜头，让我以为自己有机会。就这样，我活成了大家口中的那个张笑笑的舔狗，而他早就不是我记忆里单纯坚强的张笑笑了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愿意为了我今晚不去顾坤的生日会吗？顾坤，学校里有名的富二代之一，玩女人，玩赛车，风流成性。这个张笑笑不自然地笑了下，拉着我的手一松：我们只是朋友啊，他生日邀请我，我怎么好不去？你不会这么无理取闹的，对吧？朋友，我还没听说他顾坤能和哪个女生当朋友，更何况是张笑笑这种有些姿色又家境不太好的女孩子。她怕是还不知道自己才是顾坤眼里的一盘菜吧。原来有钱就能让他如此毫无底线。
其实我家境很好，只是家教很严格，规定我在上学期间不许依靠家里，要自力更生，所以我才一直是大家眼里品学兼优但经济有些拮据的学霸人设。追张笑笑的花费也是我一笔一笔兼职赚的。他说想要的包，我从没想过为何经济平平的他要背那么贵的奢侈品，而是没日没夜的做项目做软件买给他。他说舍友都有的首饰，我也没想过几万一条的手链有什么不对，只想着不能让他和自己的朋友相差太多。直到昨天，我还在为今日向他表白而努力兼职时，碰到了顾坤。他喝酒后嗓门很大，那个张笑笑啊，就是装的，倒贴捞女一个。谁以后和他在一起，那才是真的倒霉，绿帽子恨天高，哈哈！听着他对自己爱的人如此诋毁，我愤怒至极。推开门将顾坤按在了桌子上，酒瓶酒杯碎了一地。顾坤也一下子被我摔得醒了酒，睁着眼喊了一声：长哥，你他妈造谣说谁捞女！我死死盯着他涨红的脸，恶狠狠地威胁着他，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在你面前造谣啊！长哥就是那个张笑笑，我没说谎，您先放开我，我能拿出证据来。他这个人虽然爱玩没品，但很少撒谎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狐疑地松了手，示意他拿出证据。顾坤就这样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拿出了颠覆我认知的几十张照片，每一张都是张笑笑，但他都上了不同的车。我记忆里洁白无瑕的白玫瑰，对着别人笑得讨好又谄媚，最后爆了一个猛料给我，她怀孕了。长哥，不是我说，赶紧撤手吧，趁他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别最后赖上了。我还哪里听得到顾坤的话，满脑子都是张笑笑骗了我。那样一个坚强单纯的姑娘，怎么会骗了我呢？记得我们刚认识那时候，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连衣裙，一个人拖着大大的行李笨拙地问路，恰好问到了我头上。不太爱管闲事的我被她晶亮的眼睛看得心底微动，陪着她跑了大半个校园。最后她递来一瓶矿泉水，学长，真是谢谢你。说这话时她真诚极了，和我遇到过许多爱玩套路的人不一样。再后来偶遇许多次，她都文静又腼腆地和我打招呼。就这样，那个纤细单薄的身影走进了我心里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触她，追求她。了解后，我得知她有个不太幸福的家庭，父亲的缺失让她早早自立，至今还在半工半读，想供弟弟上学。可在我想要给予帮助时，她又说我还能赚钱，不能拿你的。我真不敢相信，说出这样话的女孩子最终会为了金钱迷失自我。第一次确认心意，我就向她表白了。那时她正彩排完校晚会的节目，穿着精美但不太合身的礼服，眼里噙着泪水。她说我的家庭是个累赘，我不能答应你，就让我们一直做很好的朋友吧。学长略带祈求的话，像是姑娘最后的尊严，脆弱又熠熠生辉。我当时听后只剩心疼，哪里还顾得上推敲。在那之后，我便是10倍100倍的对她好，恨不能捧在手心。可现在看来，她分明是嫌弃我不够富有，又不肯放过一个掏心掏肺对她的人，吊着我而已。自己几年的付出，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笑话。真相就像是一根刺，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的愚蠢。那天拒绝张笑笑之后，好像按下了什么逆转按钮，每天等在宿舍楼下的变成了他，费尽心思偶遇对方的也变成了他。可毕业典礼后，我一直忙着自己创业的事情，很少回学校。今天早就约好了导师拿一些文件，大家都打趣我，你小子行啊，听说成功翻身了，舔狗变身高冷男神啊，哈哈。我听着他们的话笑笑不说话。之前我从未在意过自己被叫舔狗，只觉得爱他就要对他好。现在也不稀罕他们口中的翻身，不觉得有什么好得意的。甚至我想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心知肚明的糊涂过去，我为自己的错爱买单。可张笑笑却好像不打算就这样放过我。他不知道听谁说我今天要回来，早早等在了楼下。张笑笑装扮精致，手里拿着一大捧向日葵。这花我送过他，当时自己是希望他永远开朗明媚，带着满心的爱意和期盼送给他的花，当时因为和一个学长吃饭就被他丢在一旁。后来还假惺惺地对我解释，花我很喜欢，只是学长花粉过敏，
出于礼貌只能扔掉，现在想来自己真的是眼瞎，他说什么都相信。现在花就在眼前，张笑笑还笑得讨好。长意，我知道长久的追求让你心里不平衡，这次可以换我追你的。他的话引起一阵轰动，周围人看我的眼神调侃，他们一定觉得我是为了出些风头，故意不答应他的。现在他这样高调挽回，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后，我还是要答应的。但他错了，他们也错了。我爱张笑笑时毫不在意的虚名，现在又怎么会在意？不，张笑笑，你就是也追我4年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我的话令他瞪大了眼睛，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。张笑笑紧紧跟上，一把抓住将要离开的我。长意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这样了，你再怎么端着也该够了吧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勾了勾唇角，端着。张笑笑，我追了你4年，追成了大家口中的舔狗，你不说我端着，现在我不过是没有顺着你，就变成端着了。他眼里闪过一丝愧疚，转瞬即逝，不是的，长意，现在我已经知道你的好了。看着他急于证明的样子，我心里猛然生出巨大的悲哀，发现原来自己爱了4年的就是这样一个虚与委蛇的女人。我的表情平静至极，撒谎，你回心转意了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上过那么多人的车，又怎么会真的回心转意？他脸色巨变，抓着我的手猛然松开，身体因为震惊而变得颤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轻轻摸了摸他手中的包，一个鳄鱼皮的包包，精致又华丽，挎在他的身上显得那样格格不入，可他就这样每天背着，像是证明什么一样，负担似的背着。我不仅知道这些，还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要和我在一起。张笑笑，我忍下心中悲凉，嘲讽开口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可笑。我宁愿自己从未爱过你，不知是我戳破了谎言吓到了他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张笑笑怔愣地跌坐在地上，脸上缓缓流下泪水。离开这里的我，心中有的只有轻松。原来爱一个人，又亲眼看着他面目全非，也会这样筋疲力尽。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竟然到了学校旁的江边。这条江上的堤坝是学校情侣的约会圣地，曾经我也十分想带着张笑笑来，并为此费尽心思。后来真的来过，不过却是因为他失恋。是的，他曾经光明正大的恋爱过。那时我很快听说了这个消息，就再没主动联系过他。可短短3个月，他就分手了。晚上我做完兼职回学校，看到他甩了那个男生一巴掌后哭着跑开，我心里担忧，就跟了上去。张笑笑一路跑到了堤坝上，对着江边大喊，然后就是坐在这一直哭，我在他身后默默陪着。他哭累了，也就看到了我。现在我还记得他说的话，长意，为什么世界这么不公平？就因为我贫穷，我傻，他就要这样欺骗我的感情。为什么没有人一直爱我？我也想要独一无二的偏爱。我当时满眼心疼，脑子里都是这个单纯到固执的姑娘。轻轻拍着她的后背，我心里想，就给她偏爱吧，给她无条件的独一无二的偏爱。从那天起，我对张笑笑就开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。我给了她自己能给的一切，也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舔狗一只。可是她变了，对情感不公的怨恨让她变得扭曲，而我被对她的感情蒙蔽了双眼，看不到真相。从口袋里拿出之前准备对她表白用的戒指，她在丝绒盒子里静静地躺着，夺目而璀璨。当时我在店里第一眼见到她就被吸引了，简单至极的工艺衬得她素雅大方，给我的感觉就像张笑笑在我心里的印象，纯粹又明亮。我没有借助家里，就这样一点一点兼职挣钱买下了她。我想用她表白，能代表我心里最纯粹的爱。现在看来物是人非，她也失去了价值，变得可笑。抬手就想要扔掉她，却被一只白净的手拦下。往江里扔垃圾会污染环境，属于不文明行为。那人手里把玩着盒子，认真地看了看她。她叫江思琪，是我的发小。不同于别人发小青梅竹马，我们俩更像是冤家。从小她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，专门和我作对。别人喜欢粉色，喜欢洋娃娃，她跟我一起上奥数班。别人还在情窦初开的青葱岁月，她已经在研究机械臂了。
这么多年，我们咬着牙较劲，从儿时争第一争标兵，到长大了比成绩比证书，互有输赢，谁也不服谁。但说起来，他大二去国外当交换生后，我们就再没了联系。当时我正追张笑笑追得起劲，对于成绩和排名反而没那么上心。而江思琪又一直实力强劲，他以专业第一和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拿下了这个名额。走之前部里面办欢送会，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，而我当时正沉浸在张笑笑约我吃饭的喜悦中，丝毫没察觉他看了我许久。在我抬头时，他已经露出恰到好处的微笑，这次就承让了呀。安安是我的小名，一直是家里人叫，对我十分嫌弃，觉得矫情的名字。我被激起了斗嘴的兴致，那是小爷我让你，妞子，说着晃了晃手机，先把你嫂子追到手，爷们先成家后立业，懂吗？谁还没个难为情的乳名了，他也不遑多让。看我斗志满满的样子，他略有深意的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作为你一直以来的对手，我都希望你过得好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一愣，看着他神色正经起来，随即他摆出一副肉麻的样子，瞬间恢复调笑样子。等我再回来把你打趴下呀！我当时并未深思，只当他开玩笑，搂着他的脖子，放肆说着自己不和他一般见识。只是后来他却再没联系过我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了看手中的盒子，这个你不要了就给我吧，作为回报我会入股你的团队。这么多年的竞争，我自然知道江思琪的实力，他完全有能力去知名的企业做高管，或者是像我一样自己创业，可他却选择加入我的团队，这代表什么我心知肚明。但他好像天生和煽情绝缘，还没等我感动，就又开启了毒舌模式。可不是白干啊，你得给分红，我很贵的，一下子把我感谢的话噎了回去，也将我低落的情绪噎了回去。江思琪就像是一个永动机，无时无刻不充满力量。从前他干劲十足的和我竞争，让我从未停止进步。现在我还没来得及沉溺伤心，他又在我身边摇旗呐喊，忙起来果然可以让人无暇顾及琐事。自从江思琪回来后，我们就一直在为新公司奔波。家里的孩子上进优秀，连双方父母说起来都倍感自豪，甚至起了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的念头。一次家宴上，母亲开玩笑地试探，你俩比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又形影不离的，咱们两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啊？听了这话的我手一僵，还是江思琪接过了话，哎呀，伯母，我们从小打到大，感情哪会轻易变质？母亲嗔怪又有深意地笑了，她也游刃有余地岔开话题。饭后送他回家，还开导我，你这刚结束一段伤心往事，不想谈感情太正常了，今天的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放心吧。他虽然大大咧咧，不过这么多年最了解我的也是他。我还没开口，他就已经替我找好了台阶。认真地对上江思琪的眼睛，我由衷地说句谢谢。这感情不顺，事业就顺。我们的公司很快投入正常运转，连带着我和江思琪也越发忙碌，一茬接着一茬的发布会、酒局，我们几乎像例行公事一样穿梭在生意场上。今天是一个老朋友组的局，请的都是圈子里的人，可还没进包厢，我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你确定是这个场衣？确定啊。张笑笑刻意矫揉造作的声音响起，他之前追了我好几年，全校都知道呢。那你没答应？男人继续问着。怎么可能答应啊？张笑笑回答，我要是答应了，咱们不就没缘分了？他的娇嗔和男人的哄笑混在一起，听着无比刺耳。真没想到他长夜还当过舔狗啊，哈哈。江思琪皱着眉看向我，我不知道自己什么神色，但有感觉的是我的脸色应该相当平静。可是他却愤怒至极，直接推开了包厢门。江思琪大踏步走了进去，端起酒杯兜头浇下。啊！张笑笑的尖叫响彻包厢，你谁呀？疯了，一时隔2个多月没见，他丰腴了不少，两颊不似之前清瘦，穿的也是较为宽松的衣服。看来他这个孩子没有打掉。江思琪将近1.7米的身高，还踩着高跟鞋，即使2个人都站着，也高出张笑笑许多。他气势凌厉，冷笑道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践踏别人真心的人不知道羞愧，竟然还可以拿出来吹嘘了。张笑笑被他说的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近。别逼我，
这个包厢不止一个人能查到你以前的破事儿。江思琪压低的声音只有张笑笑和身边的我能大概听清。他的手一松，张笑笑气焰彻底消失。应该觉得丢人的可不是常意，你说对吗？江思琪的战斗力果然爆表，最后还是王明站出来说话。他就是把张笑笑带来的人，也是刚才肆意嘲笑我的人。这人从小就爱耍心机，用阴谋，我和江思琪很看不上他。哎，思琪，我女朋友也是实话实说，你这气性也真够大的。听了王宁的话，江思琪轻笑，他人品差劲，所以找了你。你俩还真是王八看绿豆，他的话惹得在场所有人都笑出了声。我则轻轻拉住他，为了这种人没必要。神色轻蔑又平静，我的无视刺激到了这两个人。王明觉得丢了面子，所以整场聚会都对着张笑笑摆脸色，爱答不理的。张笑笑则是频频看向我，而我面色不改，心无波澜。在看到他的那刻，我是真的能做到形同陌路了，但他却好像不甘心，一直想要说什么。直到酒过三巡，我起身去了洗手间，出来时听到转角处的交谈声。江小姐可以无视我，但你喜欢的人狗一样爱了我4年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张笑笑声音尖锐又刺耳，言语间挑衅十足。你也是肤白貌美能力强，怎么就那么爱捡别人不要的？江思琪向来看不上他，此时却被气得发抖。张笑笑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理，卑劣还是下作？他不停地质问，不停地贬低，他会让你的虚荣心和落差感稍微平复一下吗？因为你错把珍珠当榆木，而他却再不肯接受你。他的话让张笑笑的脸一点点苍白下去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将是你再也遇不到的人，而错爱过你则是他最大的污点。最后，江思琪没有否认张笑笑，你弃之如敝屣的人也是别人的珍宝。我先前满心都是张笑笑，竟然丝毫没有察觉，原来他是这样的心思，原来我也被人这样珍视着。江思琪的话令我醍醐灌顶般清醒，应该羞愧的是践踏别人心意的人才对。张笑笑被他问得说不出话，只能咬着嘴唇看他离开。他苍白着脸回头，就看到了站在原地的我，努力挤出一丝笑。张笑笑依旧昂着头，你都听到了，我不言，默认了。可是长意，你这不是也骗了我吗？听到他的话我一顿，他又接着说，你从没告诉过我你的真实身份，你又有多真心？咱们半斤八两，谁也没对不起谁。听着他如此荒谬的话，我笑了。所以在你看来，我对你怎么样不重要，我是谁才重要，对吗？张笑笑心虚之下，声音越发高昂。不管怎样，真的爱我就该以诚相待，可你骗了我。见我还是不说话，他的眼中忽然迸发出期待。要不我们不计前嫌，重新开始？我感到荒谬之极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你在说什么？他眼中神色逐渐暗淡，抓着我的手松开，头低了下去。是不是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不配？张笑笑低声质问。所以你们都轻视我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不愿以诚相待，还不是看不起我？听着他颠倒是非的话，我也有些愤怒。我看不起你，看不起你，我生怕你伤了自尊心，送个礼物还要费尽心思。看不起你，我卑微到极致，只敢在你失恋时以安慰的名义默默接近你。看不起你，我把一颗心捧给你，却被你肆意践踏。咱们俩究竟是谁自轻自贱，看不起自己？张笑笑浑身轻颤着，渐渐泪流满面。可大家都犯了错，为什么就我不能被原谅？听了他执拗不知悔改的话，我忽然从心底生出巨大的悲凉。爱你的时候我是真心的，可你不稀罕，那我给不了你想要的，现在也没必要继续纠缠，人不能太贪心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话说完我就走了，也不想知道他的反应。他的哭声从后面传来，从低声啜泣到嚎啕大哭。从前我无比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如今竟然也能做到心如止水。我平静地接受了，原来自己喜欢的人这么不堪，就此实在没什么值得伤心。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，就是他和王明订婚了。他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，冷暖自知吧。我无暇他顾，公司正值上升期，正是风头无两的时候。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也让我和江思琪彻底出了名。最近正有一个项目要和王明的公司一同竞争。招标会后的晚宴上，他大摇大摆地搂着女秘书过来敬酒。常总，这公司蒸蒸日上，
真是春风得意呀！我微笑回敬，并不想和他多说什么。马上就到了投标最关键的环节，我不想出一点差错。和王明这种人还是少接触的好。谁知我还没开口说什么，门口就一阵骚动传来。只见张笑笑飞奔进来，一把抓住秘书的头发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不要脸的贱人，勾引别人未婚夫。王明秘书的尖叫，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。我看着声音高亢泼辣的张笑笑，她穿戴极其精致，但是面上神色却疲惫至极，显然她也注意到了我，眼中闪过一丝难堪，就又全身心地投入战斗。主办方的负责人脸色不善地派人来询问了一番，王明也沉下眉眼，立刻挤在两个人中间，停止了这场闹剧。围观的人们都逐渐散去，只剩张笑笑在低声抽泣。女秘书被抓得脸上挂彩，一下子扑进了王明的怀里。这一闹，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，中标基本上就没有可能了。王明脸色不好，转头对着张笑笑冷声道：“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嫌丢人？”张笑笑脸上泪水还没干，就布满了错愕：“我丢人？明明是你们的错，怎么反而怪起我来了？”说完又指着女秘书：“她这样的手段我见多了，这个贱货，我要你好看！”他大喊着，说着就又要扑上去。王明脸上都是不耐，一把推开张笑笑：“你敢？要不是你怀孕了，老子才不忍着你！”张笑笑一个不防跌坐在地上，怔愣地看着王明，然后脸色一变，苍白起来。他捂着肚子蜷缩起来，看样子是伤到了孩子。而王明此时已经转身离开，任凭他怎么喊也没回头。女秘书抱着手臂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你这伎俩用多了，就没人信了。我要是你，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上位，就老老实实躲在一边，省得出来丢人现眼。”说完还娇笑一声，转身跟上王明。人们都不想沾上这种事，躲得远远的。张笑笑看样子是真难受，额头冷汗直流，声音也越来越弱。我皱着眉犹豫，身边却越过一道人影。打120，江思琪过去扶起张笑笑，又回头对着我说：“愣着干嘛？救人要紧！”我被他一吼也反应了过来，赶紧联系了医院，就把他送了过去。手术室外，江思琪和我站在一起，医生走了过来：“病人家属在哪？”张笑笑有个重男轻女的妈和酗酒的爸，刚才接电话一听医院就挂了，估计是怕让他们花钱，他未婚夫王明又联系不上。见我们摇头，医生只好说道：“孩子没保住，而且他之前多次流产，以后再想要孩子恐怕也难了。”说着还看了看我俩，当朋友的多劝劝他吧。听了医生的话，我一怔，又失笑，早该想到的，他骗过我那么多次，最后还急于找个男朋友接盘，大概是知道这个孩子不能掉。可叹他谋划一场，最后却落得一场空。张笑笑还在昏迷，我们提前离开了医院。忙活了大半天，我和江思琪总算能闲下来了。当时他买公寓就买在了我家对面，美其名曰时刻观察敌人动向。此时他一进家门，就熟练地挽起袖子围上围裙，看着他切菜煮粥一气呵成的动作，我有些吃惊。怎么？没想到我还这么多才多艺。面对他的打趣，我也意识到自己反应太大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江思琪却熬好了粥递给我：“你会给他送过去吧？”我不禁开口：“你为什么？为什么多管闲事救他吧？”他微微一笑：“他是活该，机关算尽死不悔改，还伤害了你，我讨厌他。”可是他话锋一转：“见死不救，我和你都会良心不安的，对吧？我们和他不同。”是啊，我们和他不同。即使他是那样面目可憎，也确实做不到袖手旁观。快去吧，送完了也算仁至义尽。我看着手里的保温桶，抬头认真地看向江思琪。这是我第一次用不同的视角看他，一个男人的视角。柔和的灯光下，他耳边的碎发跑出，显得侧脸温柔，珍珠耳坠轻晃着，落在他瓷白的面颊上。我第一次认识到江思琪的美，作为女性的美。以往多时，她的优秀和强悍都让人忽略了她的外貌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她是个明艳动人的美女。是我太迟钝，一直以来都迟钝。迟钝的没有发现张笑笑的谎言，也迟钝的没有意识到身边人的珍贵。幸好有你，我由衷地说了句。
在江思琪毫不在意地勾起唇角，露出用你说的神情时，我鬼使神差的，其实那天我听到了，那天他们的对话我听到了，他深藏的心意我听到了。提着桶到医院时，张笑笑已经醒了，意识到我进来，躺在床上愣神的他眼珠动了动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救了我。我默默坐在一旁，他自顾自地说着，我当时很丑意，不顾形象的大喊大叫，却换不来别人一丝眼神注视，有晶莹的泪珠从他眼中滑落。长意，我后悔了。他转过头，嘴唇没有一点血色。如果我当时接受你，现在一定很幸福吧？我后悔了。他单薄的身体剧烈颤抖，眼睛却眨也不眨。看着那里滚落的泪水，我轻轻开口，都过去了。我的话让他身体一僵，随后脸色更加灰白。是啊，江小姐说的对，我配不上你，是你的污点，而你则是我穷尽一生再也遇不到的人。张笑笑伸出双手捂住脸，是我自己亲手推开了幸福。他就这样哑声哭泣着，扎在手背上的针已经回血。张笑笑好像丝毫没有痛觉，除了时不时抽搐的肩膀，我甚至感觉不到他还活着。可是面对这样的他，我已经无话可说，心里除了微微叹息，却无丝毫动容。江思琪说的对，他已经是过去式了，而我和他根本不同。静坐良久，张笑笑哭累了，心情平缓些。我开口说道，这是思琪熬的粥，你一会喝点，生活总还是要过下去的。他的眼光顺着我的眼光望向床头，崭新的保温桶散发着光泽，盖子刚刚被我打开了，热气腾腾地冒着，诱人的香味缓缓蔓延。我看了一眼床上的人，铅华洗净，张笑笑恢复了熟悉的样子，清瘦白净，和我记忆里丝毫不差。可他的眼睛那么疲惫，又和记忆里截然不同。我的心不会再为他悸动，反而被香味轻轻撩拨。我手里握着手机，是江思琪发的信息，送完记得回来，饭我做好了。站起身想要告辞，又和他相对无言。当我就要踏出病房时，张笑笑突然开口，长意，谢谢你们，还有对不起。我没有停顿，心里也没有释然，就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就这样平淡地离开了。我和江思琪的女儿已经5岁了，正是淘气的时候。她出差1周，今天是我送女儿去幼儿园，孩子蹦蹦跳跳的，可爱极了。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，幸福且充实。到了幼儿园门口，却没想到遇到了故人。张笑笑梳着马尾，穿着老师统一的服装站在门口。现在她脸上平和淡然，温柔地对着来往的每一个小朋友微笑。张老师，女儿显然和他相熟，松开我的手跑过去。张笑笑轻轻抱了下他，又站起身接过我手中的书包。丫丫爸爸，孩子就放心交给我们吧。他说着和其他老师一样的话，脸上都是诚恳。孩子是最单纯敏锐的，从他们的热情中不难看出，张笑笑是真心喜欢每个孩子。我心底轻笑，打消了疑虑，对他点点头，客气的像是来到这里的每个普通家长。当年王明不知道从哪里查到张笑笑骗他的事，很是恼火了一阵，不仅和各家公司通气，让他们都不敢给他工作，还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从此不得翻身。张笑笑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，拿出了王明背地里从事灰色交易的证据，一下子捅到了明面上。王氏被查，王明入狱，他和张笑笑的事迹在圈里疯传了一阵，然后销声匿迹。没想到张笑笑算到最后一无所有，也没想到他能这样平和地重新来过。我开车到飞机场迎接凯旋的江思琪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明丽又耀眼，只是比当年温和了些许，整个人散发着光辉般，只要他在那里，我就看不到别人。接过我手中的花，他眼睛晶亮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没点心意，虽是嗔怪，脸上的幸福却骗不了人。我心里满满的，揽住他往车上走。回家的路上，壮思不经意地提了嘴，我今天送丫丫去幼儿园，他们老师。江思琪眉毛微挑，笑着看看我，老师怎么了？我们之间的默契不需多言，只一句话我心领神会。是啊，老师怎么了？都是过眼云烟而已。没事，我心中豁然，自己每次都能被他治愈。
我就是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你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